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盘点5位85花，赵丽颖、杨幂、刘亦菲，谁是你心中的 M？ 好剧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这边刘亦菲的《梦华录》刚完播，那边赵丽颖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就上线了，无一例外的是，都是年度爆款。紧接着杨幂出演《狐妖小红娘》的消息流出，又引起一波热度。可不得说，盘活热度还是得靠85花来。曾经85花也只是饭圈追星所用的代名词，如今也被大众认可。有人在积极营业，就有人在摆烂。唐嫣因为今年7个月到现在才工作7天上了热搜，倪妮因为受邓伦影响待播剧《夜旅人》，算是播出无望了。娱乐圈可谓是千变万化，今天东宝就来和大家唠唠这5位85花，谁是你心中的 M？ No 1，赵丽颖，拼命三娘。85花里要说口碑和知名度都不错的，那就要数赵丽颖。说到底，赵丽颖能被观众认识，还得感谢琼瑶奶奶。《新还珠格格》里的赵丽颖饰演的晴儿清新动人，也算是《新还珠格格》里为数不多被认可的角色。但真正让赵丽颖走进大众内心的，还得是陆贞传奇。不同于瓜子脸的娱乐圈女星，赵丽颖的包子脸靠着可爱，也为她自己闯下了一片天地。不仅成为了金鹰女神，还成就了自己最为经典的角色之一薛珊珊。珊珊来了真是百看不厌，简直就是为赵丽颖量身打造的。之后和霍建华的仙侠剧《花千骨》更是创造了网剧周播的收视纪录。也正是这部剧，让赵丽颖的演技再一次获得了认可，热度也不断上升。时隔6年之后的今天，《花千骨》被拍成电影，大家还是忍不住来和剧版比。而后《楚乔传》的播放量达400亿次，这算是首个播放期间能达到如此规模的网剧。和冯绍峰的定情之作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提名，可谓是事业爱情两手抓。不过产后复出后的作品就不太理想，年前的《谁是凶手》和如今热播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也算是赵丽颖的转型之作。赵丽颖其实一直在寻求突破自己，除了有早期比较代表的薛珊珊一角以外，还有《花千骨》、楚乔等，作为女演员一直在不断带给观众新面貌。85花里最旺剧、最有演技的 No 2，杨幂，流量女王。杨幂在85花里绝对是流量的代表，虽然演技一直备受吐槽，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流量。当年凭借《神雕侠侣》里的郭襄被观众认识，观众心中的白月光，则是09年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的雪见。过去12年，雪见也是杨幂为数不多的代表角色之一。后面的《宫锁心玉》直接将杨幂稳定在了4小花旦的称号里。虽然杨幂一直都很高产，可不得不说，真正能打的剧却少之又少。在雪见、晴川之后，杨幂隔了6年才有了又一个代表作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尽管细数杨幂的战绩也不是多烂，能明显感觉到杨幂渴望转型，但电影《宝贝儿》里，杨幂努力扮丑，也没有赢得票房和口碑。可以说电影《宝贝儿》的失败，说明转型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之后杨幂在电影里扮演的更多的是花瓶的角色，更多的是负责美，比如刺杀小说家绣春刀2。这2年的作品爆款有，但口碑不佳。不过作为85花的天花板，杨幂的待播作品还是有能多的，就期待杨幂能不能在下一部作品秀出演技了。No 3，刘亦菲，神仙姐姐。16岁因为金粉世家惊艳观众的刘亦菲，同年的《天龙八部》又是被观众奉为经典。18岁出演的赵灵儿，19岁出演的小龙女，别人用几页纸才能说完的影视作品，刘亦菲只用简简单单的1页纸就能叙述结束。可以说，刘亦菲的灵气让她靠着早年的剧，就算在娱乐圈低产，
仍然地位屹立不倒。每次只要把她之前的角色拿来放一放，观众立马就沦陷了。刘亦菲绝大多数好的作品几乎都来自于早期。此后，刘亦菲改攻电影，但主要攻占电影市场的刘亦菲，自08年《功夫之王》之后，就很少有拿得出手的电影，一直都在烂片里不断的徘徊。哪怕是被夸上天拿下的《花木兰》，在上映后也没能为刘亦菲的口碑拉回来一丝丝，反而让观众大失所望。如果不提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忘记刘亦菲19年的时候还和井柏然合作过《南烟斋笔录》，只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播出。时隔16年，刘亦菲在演古装《梦华录》再次让神仙姐姐名扬天下，也让很多人时隔16年 get 到了刘亦菲的演技和颜值。目前刘亦菲的待播作品不多，仅有3部。刘亦菲19年时和井柏然合作过《南烟斋笔录》，目前改名为《一曲三生》，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播。No 4，刘诗诗，人淡如菊。刚出道的刘诗诗就有小刘亦菲之称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两人还真有点相似。刘诗诗因《仙剑奇侠传3》的龙葵一角被观众所喜欢，现在虽然一直被吐槽演技，眼睛没有神给，似乎在演盲人，但早期的《龙葵怪侠一枝梅》里的燕三娘都颇为观众喜爱。那时还没有人吐槽刘诗诗的演技，哪怕是大伙步步惊心，刘诗诗仍旧在被夸。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刘诗诗似乎就是烂剧的代名词。和吴奇隆因戏生情，结婚后简直堪比人间蒸发，戏事没有，偶尔参加一下活动已实属难得。好在产后复出有2部剧《亲爱的自己》《流金岁月》，只是剧播了热度有了，可惜却没能获得好口碑，演技不仅没长进，作品连续扑街。刘诗诗要想再回到巅峰，看来很难了。但大家对刘诗诗还是有期待的。刘诗诗这次和杨幂一起出演《狐妖小红娘》，又是部古装，期待刘诗诗的表演吧。No 5，唐嫣。唐嫣也是因《仙剑奇侠传3》获得关注。现在想想，当年的《仙剑》虽说就出了2部，但真的捧红了不少人。在娱乐圈打拼了12年的唐嫣，拍了很多电影、电视剧，但都抵不过一个紫萱。唐嫣比别的85花要迷幻得多，不知道是不是一部《夏家三千金》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。自那以后，唐嫣就喜欢在傻白甜的人设里不断的试金。你会说，唐嫣明明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，可是大多数还是老一套，丢不掉的美瞳，一样的一字眉，以及唐氏演技，这全都成为唐嫣前进的阻碍。也许唐嫣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后期也选择了一些不一样的角色饰演，像是有不错成绩的何以笙箫默，也可以仅仅止步于此。作为产后复出备受期待的大女主剧《燕云台》，简直是灾难。就算拉出女儿营业，仍然没有给这部剧的口碑带来什么作用。不过唐嫣在《燕云台》里的造型还是蛮好看的。不得不说，常年拍电视剧的唐嫣并没有贡献太多经典的角色，更别提什么优质剧。总的来说，唐嫣应该很难走出自己给自己画的怪圈了。85花的名气还是有的，毕竟早期都有备受观众夸赞的代表作，被难以忘记的经典角色。可是在这么多年的厮杀中，谁也没有比谁更加优秀。除了刘亦菲，以上85花们都初为人母，开始渴望转型，但似乎都并不是特别理想。刘亦菲靠古偶剧再次翻红，杨幂和刘诗诗再次演起古偶，不禁让人想说，难道85花的归属就是古偶？目前事业一片迷茫，后面还有一大批90花追赶，给85花的事业带来了冲击。85花有着人气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有镇得住的奖项，始终要差那么一点。90花靠着周冬雨领跑，其他总是难以碾压85花。95花靠着颜值不紧不慢地闯出一片天。不知道还在偶像剧里打转的85花，面对逼近的90花有何想法？而还未成气候的95花，谁以后又会是最大的威胁？